好好喝。它的嘴巴里面是那种滑滑。Hello， 大家，我们在7月做了一个非常疯狂的决定，就是带上我们的小狗去纽约旅居了1个月。披萨对纽约人来说，可能就是上海人心中的生煎，或者台湾人心中的卤肉饭、牛肉面。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那家巷口，所以这次来纽约30天，我们吃了20家披萨店，基本上每天不是在吃纽约披萨，就是在吃意大利披萨。再次给各位股东报告一下我们这1个月的成果和发现。好吃，可能是肚子饿了，也可能是平时没有吃。辣吗？不是很辣。已经眼睛都红了。啊，那是眼睛的关系，不是很辣。意大利披萨最佳赏味期限是出炉后5分钟内，但作为资深爱好者，我发现了一种非常厉害的复热方法，可以让纽约披萨起死回生，甚至比店里复烤的还要好吃。它这个皮蛮酥脆的，我不确定是不是我热的关系，但它这个麦香味很，我觉得帕格里亚奇是跟它很接近的味道，就是它饼底很酥脆，但是面饼其实是软的，它是有一种。好奇怪哦，它有种像那种海绵的那种海绵的口感，就是它在嘴巴里面是那种到一半，滑滑。对，不是说它不好，就是一层脆壳，然后加上这种软加韧，又不算很软，又不算很糯，但是怎么会是这种口感？我没想到，好神奇的口感，跟之前吃的都完全不一样。它饼底比较脆，饼底也比较薄。但它跟帕格里亚奇不一样，就是它这层芝士它分对，芝士比较，我觉得它蛮厚的，饼底是有麦香味的。可能是因为你有加工过的关系吧。哇，它这个口感真的很不一样哎。真的。啤酒有吗？我们俩干。这啤酒它是有个果味啤酒，好像番茄酱会稍微偏酸一点。对纽约披萨现在有些期待了。这就是正宗的纽约披萨吗？他们家是最早的一家店，最有名的一家店。蜘蛛侠里面真拍他们店的。饼底的那个咀嚼存在感会比帕格里亚奇要稍微少一点。它这个边缘有点韧劲。它边缘是那种有点像那种欧包的那种，有点意思。有意思。它就像新疆枪饼，馕，就是觉得它那个刚刚吃起来有点像那种海绵的那种感觉，很神奇。你吃出来了吗？面团本身感觉它在吸你的口水，同时又在喷口水，就是喷汁。又在就是有那个海绵的那种质感，因为其实只有面团才是像海绵结构，它是有气孔的，所以它这个面团是不粘牙的，它有弹性的那种。好，完之后我要开始我的纽约披萨之旅了。之后这家店在纽约非常火，基本每次路过都是大排长龙。这里可以简单给大家形容一下纽约风格的披萨，它其实饼底走的一般是薄脆路线，不会像国内必胜客那么厚，但也没有意式拿坡里披萨那么轻薄柔软。面团吃起来呢，也不太会有明显的甜味。先吃这个，好好喝，好好吃，好好吃的吗？新鲜吃的是不一样。你赶紧尝口有这个 burrata 的，对，它的饼底非常非常轻盈，不像那天我们吃 Joe's Pizza 那个，它其实饼底能吃到一点饼底那个面团糯叽叽的口感。它这个饼底当中虽然看起来是有厚度的，非常非常轻盈，几乎只有最底下那一层那个咔嚓的像饼干一样，cracker 一样的质地。然后它的番茄味不是很重，不是很重的番茄味，它不是很重的番茄味。主要是我刚刚那口吃到 burrata， 然后只有那个奶香味。它番茄的香甜味我觉得一般般，到大概中后段的时候有点那种番茄的酸味在里面，主要是芝士和饼底的麦香的感觉。对，我现在理解为什么这个有这么多人排队。今天纽约31度，好热感觉。但是排队排得络绎不绝，确实好吃。但是它番茄这个只有酸度的结果会导致它吃起来偏咸一点。我觉得还行。你觉得还行？我觉得有点咸。这么多的美国的菜吃到现在，这个还正好的。它这个 burrata 奶香味还蛮足的。但它就是只有一片罗勒，就刚刚那片罗勒吃完就单薄了一点啊。感觉罗勒再多2片更好。应该面团真的烤很好。是的，它面团就是那种很好吃的欧包的感觉，又不粘牙，又蓬松，然后表皮又特别脆。我现在吃这个感觉很幸福，因为你吃，今天天气这么热，排队排那么长时间，
但能吃这一口，我觉得还是很幸福的。美国人也喜欢吃这种饼底吗？每个人喜好的不一样，就它吃到嘴巴里面，它不仅仅是刚咬下去酥脆，它到了嘴巴里面还有那种吃饼干的那种酥脆感。有些它的披萨底，它就是你咬下去有那个 crunchy 的感觉，但到嘴巴里它那个 crunchy 的那个口感不会持续很久，它在嘴巴里还有那第一口到最后一口都有，就是那个有一点若隐若现，像在吃那个脆饼的那种感觉，对，是吧？但是它这块其实挺贵的，它这个加完税一片要6.14块。它这个你吃掉，你多吃点。我之后还有的是机会吃这家，你还吃多吃点。面包嚼到最后有一点点那种酸种面包的酸味，一点点忽略不计的。好，这家还挺值得来的，我之后再吃别的口味。好的，还蛮成功的啊，这个。成功，虽然很累。上次来纽约其实是我们大一的时候，而且只玩了1天半，所以这次来才算是真正的感受纽约。看到了吗？其实番茄味有点不香哎，对啊，没有酸味。对啊，就是非常淡。它重点根本就不是下面的番茄底，就是它重点就是它的饼底。它饼底真的非常棒，它就是下面一层脆皮。对，完全饼干。对，我来尝一下，看看萨拉米品质怎么样？那芝士和上面的肉好吃。这个萨拉米很有味道，很有味道，但是有点咸。那芝士品质也不错，但是就是番茄不行。其实我觉得这个比 burrata 那个好吃一点，但是 burrata 就是那个奶香味特别重。他们家就是配料除了番茄以外，感觉都很用心。但那个番茄罐头被很多披萨店当成圣经啊。我知道啊，但是我自己吃，我是觉得完全不行，没有番茄的存在感。如果酸甜味没出来的话，这个就整个调味就是咸鲜味，到最后只有那个芝士和猪肉萨拉米的味道。OK， 但是好吃，饼底真的很好，绝对是很不错的体验。加辣油吗？改吃有点好哦。怎么样？一般，但是变好吃了。而且够辣，里面有很重的那个洋葱的味道，不是那种橄榄油味，红葱头香气那种洋葱味。然后它辣椒本身的香气其实不是主导的，它辣椒油本身只是一个辣度在，反正是一个洋葱酥主导的辣的油这样的感觉。但我觉得我这家店我不会想再来。每个人喜欢披萨的点的原因可能不一样，我个人还是比较希望能吃到番茄的味道。它虽然真的饼底做的很好，我这完全不否认，还是会希望番茄味的再重一点。这样。之后我和小王的连体面组合短暂分开了一下，我自己去吃了几家纽约比较有名气的披萨店。看上去卖相很一般。底部特别脆，然后上面的番茄是那种我很喜欢的，番茄味很香的那种，酸味不是很重，但是番茄的甜味比较明显。面团是不粘牙，但是你感觉就是没有什么存在感，但是又觉得它在那里，但是又不会在你口腔里面留下很多那种痕迹的，因为上面的番茄酱非常非常多。Sorry. No problem. What's your handle when you post more? Is it YouTube? Yes, Yeah. but I actually speak in Chinese, so Oh, nice. What's your name on YouTube? What is it? Mian's food blog. Mian's So food Mian blog. is my name, Yeah. and I basically just blog for food. Nice. Yeah. Is it M-I-E-N or MIAN. M-I-A-N? 但是它就是一开始吃的时候就觉得番茄味非常浓，很好吃，但是你吃了几口就觉得番茄味有点太过 heavy 了，就是有种在像吃番茄酱的感觉。饼边的部分就会吃起来稍微硬韧一点，饼底的麦香味也会稍微差一点。放大概2到3分钟之后，它饼底就会变软了，就是底下那层壳。然后来吃一家，因为只能说我现在太狼狈了。来，我吃一下这个披萨，对，实在是太拥挤了，都不好意思。它这个披萨跟之前几天吃的口感都完全不一样。怎么说呢？它就是饼底不像之前做的那么脆，它就是有点软了，有点囊的那种口感，只是稍微偏厚一点的那种风格。番茄味是完全不甜，它有很重的番茄味，但是是偏酸那种。然后番茄汁也比较怎么说，比较
比较厚重，但它上面放了成年的那种帕玛森芝士，所以它那个沉香鲜味会稍微重一点，是稍微偏油偏咸一点。我再吃一下。你吃它饼边的话，它面粉麦香，其实这2天吃到味道比较重的一种。你看面团的存在感是比较明显的，比较有咀嚼度的。之前吃了几家店，它饼那种脆的程度就是咬断感特别好。但今天这个就是你要稍微跟面团做一下拉扯的那种感觉，比较有嚼劲。饼底的烤的功力没有特别好，救命！我真的快尴尬死了。它的番茄味蛮突出的，但是酸甜味平衡的不是特别好，酸味比较重，所以感觉吃起来会偏咸偏油一点。不过我有个想法是，刚刚那家披萨店它可能就是复烤的不太到位，因为我点了大概才过了20秒，它就给我了，所以我觉得它可能就是复烤没有到位。如果说再多烘一段时间的话，可能饼底出来也是蛮脆的。第一站，冲！之后我们又挑了一天周末去布鲁克林进行了半天的披萨冒险。就包括和我之后要发的意大利披萨一样，其实它看似简单，但每家口感和风味真的都不太一样。但到这里我就隐约感觉大多数纽约披萨其实和我想象中是有偏差的，就是他们好像真的没有在意番茄的感受。它这个面团，哇，好脆！它的底应该是烘得很够了，听起来。The best part, how was that? 超烫。很会。番茄味道太正了。啊，我吃这口纯咸，就纯咸。但它回味呢，番茄味还不错的，是那种芝士比较多的那种类型。这个番茄酱底里面的牛汁也会比较重，它的芝士是那种拉丝型的。其实纽约大多数的披萨店没有这么拉丝的。就我现在吃下来的话，它芝士的味道和这个牛汁的味道是很像帕克里亚奇的。哎，这口的番茄又不像了。对啊，就我刚最表面那个番茄很像。我跟你说，鸡尖头那口是最好吃的，因为他们是这样，一大块披萨饼皮，它也啪放一勺那个番茄酱在当中，然后拿那个勺子刮开来，所以当中那个一定是番茄最多的。还是吃不出番茄。面团会稍微比之前的厚一点。我觉得这边大多数的披萨饼底都是比较有空气感的，就是不会让你觉得一直在嚼，只要你出来玩，正好住在 Brooklyn， 可以来吃一下，没有必要从很远地方玩。对，它这个饼边就是看这状态，就是没有什么那些高含水量面团会有的那种很大的蓬松气口，是一个比较硬的一个状态。好吃吧，也是好吃的，因为它烤的还可以。OK， 就这样。为什么我要选你？有毛病。哇，好香！他们家那个第一个是挺有名的那个 Giuseppe， 它的饼边看起来烤的还可以的。就这种 pepperoni cup 的话，它烤完之后里面就会有一汪汪的油水。刚刚那个披萨都没办法折起来，因为实在太硬了。这个倒是太软了。这么软？太软了，咬下去是完全没有脆壳的。番茄也没什么味道。我看到他们店里面放的 Bianco 的有在卖，而且它这个什么，就是它那个吃到嘴巴里面都是那个奶酪的软糯口感，对，没有什么既不脆，然后倒也不是面团那种黏的感觉，渗透度也差一点。他们的那个芝士会给它一点粉粉的口感，就感觉还蛮腻的，因为没有番茄去中和它这个。尝尝你的 pepperoni 吧，那种有气孔的，而且含水量还蛮大的那种面团，烤得蛮脆的。其实我进店的时候闻到了很重，你先把这个你爱吃。其实我进店的时候闻到很重的番茄味，本来还有点小期待软的吗？是吧？那好一点，它不是那种脆的感觉，它是那种酥的感觉，就是。对，我想想，有点像你吃那种芝麻球，表层炸过的那个糯米的那种，咬下去有种丝的那种脆的感觉。没想过差这么多。那可能烤箱温度不太均匀吧。而且这个番茄酸香味是重一点。这个好吃很多，就这个，如果你突然点这个的话，你觉得他们家不错。如果点这个的话，感觉就踩雷几乎就是。或者是我们这一片它就不匀，没烤好。就一方面没烤好，一方面是不匀。但它这个，我再尝一下这个饼边。它饼边比昨天我吃的那家麦香味要差一点，但是它真的面团发的还不错的。
就这样吧，其实还是有点小失望的。其实这么算下来的话，我们那天吃的那个就排大队的那家披萨店已经算是比较好吃的了。我2次吃它的饼底的表现都是完全一致的，非常脆。这家就是跟刚刚那家一样，它为什么Brooklyn 这2家都是那种奶酪放的特别多的，而且都是那种拉丝的马苏羊奶酪铺很厚的那种感觉。Sir Destination， 看到没？其实好多，它是那种厚底的那种底特律气息的披萨。怎么样？你放心。全市面我生盘披萨吃的不多，有上次我们在西雅图吃应该好吃是吧？我没感觉到明显变好吃。这个饼底是比较咸口的。我觉得比那家好吃一些。好吃一些，对。它那个饼底非常非常脆，就是下面那层壳。它的番茄走的是强酸的风格，当然是点口的怪味。但边上好几种。非常非常酸。然后上面罗致也蛮重的。罗勒。它面团我觉得咀嚼感比之前我们吃西雅图应该好，不是那种很过多咀嚼的。但我期待它会更加松软一些。能看出它其实切面还是稍微比较 dense 的那种。对。它那个跟它上面那个芝士的口感，我觉得很一般。对。烤完之后已经放了一会儿，然后已经有那种牛轧糖的那种橡皮泥的那种，不是橡皮泥，就是口香糖那种感觉了。之后我们又回曼哈顿 Chinatown 附近一家也人气非常火爆的店，怎么感觉像到了什么电影城一样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一开始在店外面看到别人在吃的 slice 烤得非常软，就有点打退堂鼓，然后又偷摸摸观察了一会儿，发现有的人吃得非常脆，就还是打算给他一个机会。我们先试这边，好吃吗？好吃。纽约人是有多不喜欢番茄啊？后面番茄酱多，番茄酱多一点地方稍微好一点。那番茄酱多点的地方，番茄味还蛮重的，而且它是那种有酸有甜的那种番茄。但它当中前面尖头几乎只有芝士哎。饼皮说实话口感很一般。那你刚刚跟我说好吃是什么意思？因为我刚刚吃到后面口味道很均衡，番茄咸，甜味和那个咸味，但只有最后这边那个番茄酱比较多的地方才可以。是的。前面这个口感很一般，味道很一般。I don't know 啊，感觉真的不行啊。不如帕克里亚奇，甚至。你没有开玩笑？真的没有开玩笑，就真的很一般。哎，这个饼底就软的简直就是感觉在嚼一张纸，很难，而且很难嚼。对啊。我们再来一口。这是我们这么多天吃过比较差的饼底。对，就是不太好吃。我忘记这家店为什么这么有名了，好像很多人都要来拍这家店。我忘记了，它上过不少榜单。对，节目了什么的。其实它这种饼底算是比较没有麦香的，它本身的口感也比较单薄，它更需要来做的脆一点。对。它这样子毫无口感也毫无味道。就比较咸，然后这家真的难吃，不要来，千万不要来，拜拜。就是主要是我们刚刚在边上观察，有些人的饼底烤的是很脆的，有些人饼底烤的跟我们一样是超级软的，就是它这个品控是有问题的，就跟昨天我吃那家是一样的。对，就这样吧，再见。我震惊了，这就是这种 local 披萨店。饼边看着有点像饼干了，这个奶香味闻起来特别重，不脆。脆的。脆的吗？哇，好烫。脆的，看着不脆，其实是脆的，还拉丝。它的脆的厚度很薄，对，跟之前我们吃的那几家比，就是厚度是有一点点厚的。它这个是股很薄的那种脆度，像是那种煎饼，对的那种感觉。它的整体就是番茄加上那个芝士的味道，吃起来很像以前必胜客的那个罗奥大全。它是比较偏浓厚系的那种味道，不管是芝士味还是番茄的味道，我觉得有很多番茄，我感觉是比较重口味的。哇，这么多拉丝，我觉得是好吃的，是好吃的。就怎么说呢？它真的跟以前必胜客罗奥大全味道是一样的，你懂吗？就是之前吃的好几家是几乎没有番茄的味道，它这个其实是你不会觉得番茄很明显的在那边，但它是有个番茄的味在那边给它做支撑的。这个拉丝感都跟中国必胜客是一样的。对啊，它这个饼面我尝一下，还可以，很脆，面粉香气没有很重了，但是还可以，比较轻盈的。对，不是那种吃了以后感觉很费
咬肌的那种饼边，但是也没有什么麦香，就还好。就还好。吃完拉面给它吃一下。就这样吧，拜拜。什么冰呢？最后这家是我们临走前我们在西雅图认识的bartender临时给我们推荐的。这两个都是他们第一名，都是招牌口味。好薄的底，哇！这不这也太脆了吧？就真的跟饼干一样，这边上。刚从锅里热了一下，有点热了。哇靠！这个很不错，番茄好香。它番茄好香好香，奶酪也很香。它饼体是走比较薄的那种路线，它上面那个 pesto 我其实吃不太出味道。因为它的番茄夹心香气太足了。哇，它这个番茄真的好香好香，真的。它是酸甜都有，番茄味的香气非常非常重。哇，饼干哦，跟烤过头的那种面包干似的。这家感觉可以去现场吃一下。如果我其实一般不太喜欢这种带肉的披萨，但是它这个上面有 roast garlic 和 small pepperoni cup 和这个 basil 的，我觉得也挺不错的这个搭配。主要他们家这个番茄酱底真的很不错。它有做到风味平衡，它不会像别的 pepperoni 一样太咸。相比较纽约的纽约披萨，其实我觉得纽约的意大利披萨也很强。我们吃了世界排名第2的拿破仑披萨和一些甚至不输它的披萨店。感兴趣的话，我们下期见啦，拜拜。